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近期经济衰退信号频现，引发市场担忧。传统预测指标如收益率曲线倒挂和萨姆法则被触发，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因当前经济复苏具有特殊性。下一条，全美最大的地区体育网络广播公司钻石体育集团将继续在2024至2025赛季转播超过12支 NBA 球队和9支 NHL 球队的比赛，即使它目前正在进行破产程序。下面这条， BNSF 和 NS 与工会达成5年期提前合同，覆盖员工总数的 30%， NS 和 15% BNSF， 包括工资涨幅、假期和医疗福利改善。该合同需等待工会成员批准。下一条， CSX 与7个工会达成初步合同，本周新增合约总数达12份。新合同反映了在疫情后雇主难以招聘员工的情况下，劳工力量的增长。下面这条，受会员人数和产品营收下滑影响， Peloton 宣布对购买第三方二手自行车的用户征收$95的激活费，以提高利润和用户体验。让我们关注，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基于市场原则、宏观审慎和合规性对债券市场进行监管，否认市场干预的说法。接下来，由于疑似巨额欺诈， Electra 公司从墨西哥基准股票指数中除名，其已停牌数周。下面这条，暴雨和气候变化导致水库大坝破裂风险增加，下游社区面临洪灾。联邦政策冲突阻碍了地方官员向居民公开大坝失效时可能被淹没的地区信息，这导致居民洪水保险成本上升。接下来，由于联邦政策冲突，洪水易发地区的上千居民可能被迫支付更高的洪水保险费用，或不知晓家中和工作地点上游水坝存在的危险。让我们关注，拜登、哈里斯计划对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人征收未实现资本利得税。有消息称，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支持这一提议。接下来，仅约 3.2% 的退休者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退休金，而拥有200万美元的退休金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约为 0.1%。 大多数人的平均退休金仅为 23.2 万美元，与200万美元相去甚远。接下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表示，美联储应很快开始降低利率。下面这条，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由于通胀接近受控且就业市场正在降温，美联储准备开始下调目前处于23年高点的关键利率。下面这条，沃伦·巴菲特的儿子彼得47年前出售了9万美元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以追求音乐梦想。虽然他损失了数亿美元的潜在收益，但他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的父亲也会同意。最后一条，卡马拉·哈里斯竞选团队本周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包括税收计划，核心是针对公司和高净值家庭的高端增税措施，预计10年内带来约5万亿美元收入。哈里斯提议实施拜登总统今年春天早些时候公布预算中的增税措施，其中对未实现资本利得征收新税引起特别关注。拜登和哈里斯提议对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的静态财富征收年税，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将对综合收入和未实现资本利得缴纳不低于 25% 的年度最低税。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